好吧？就是这次看出来有些人是没有人性的哈。人不管怎么样哈，不管你是蓝的、绿的，搞政治什么，我觉得政治是人生的一部分嘛，哦，不是全部嘛。但是这个人性是不可以没有的哈。那这个所谓电商网红叫486了哈，他就说啊，大小 S 呢要变成中国人啊，然后呢，后来大家骂他，他把他变成美国人好了啊，反正就是讽刺啊，说那个道歉，我看起来也不像真的道歉啊。那他说好吧，我更正可以吗？那祝他投胎变成美国人。啊，然后呢，说我也不拿下来我的贴文，为什么？在里面我可以自己警惕，那叫道歉吗？啊，那所以呢，林涛也说，你这个就是意识形态嘛，已经没有人性了嘛，哦，假道歉真仇恨嘛，我认为那个道歉是假的，哦，没有真心想要道歉。那吴佩益呢也说，哦，这个不应该超越人性啦，立场不应该超越人性啦，等等啊。那另外呢，这个吴思瑶说啊，蓝白赶快解冻卫福部的预算，你们就把人家预算这个砍掉啦，等等啊。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国民党委员也都跑出来讲哦，说呢侧翼在造谣哦，说根本没有砍防疫的预算。你们说我们砍了防疫预算，哪里砍防疫预算？没有砍防疫预算，我们看一下。艺人大 S 病逝，亲朋好友和粉丝感到不舍。不过网红486却发文指出，希望大小 S 投胎务必投胎到中国，永远当个中国人。随即被大批网友批评。隔一天，486随即发影片致歉。经过一夜的沉淀跟思索呢，我在这边跟所有的朋友致歉啊，我不应该针对这个死者这个事情语带轻佻写那个文章哈。坦诚自己影片语带嘲讽做了不好的示范，会好好自我反省检讨。而在道歉影片抛出前，甚至发文说：“我道歉，我更正，可以吗？希望大 S 投胎到美国当美国人，不要投胎当中国人。”当然，这个我之前也是很武断啊，就以为就是说日本流感很严重，所以是在日本就得了就过世，所以我也针对这个事情也有另外写了一篇文章，所以在这边呢，我都一并的跟所有的朋友们致歉。虽然抛出道歉影片，但相关发文依旧没删除，有不少网友直呼很失望，在脸书贴文底下扬言要抵制486的电商商品，直说你有言论自由，唯有权利不购买你的商品，并且在贴文按下怒的符号。来，这个志伦哈，你们到底有没有删人家的防疫预算？的确，我这边要强调吼，第一个，首先是大 S 啊，他是艺人也是名人啊，他在日本这个病逝的消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那我这边呼应世轩一下，因为我们都是大概同一个年代，我大概比你稍长一点啊。那时候大家我们都有稍微看一下那个流星花园，那个杉菜跟道明寺啊，所以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大 S 这次这么让大家这么突然，就是他不仅是他过去他的一些作品感动人心以外，而且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公益的事件。那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民进党还有一些侧翼他们的起手式哦，第一个是用这个网红用侧翼哦来去说这个下次投胎的时候可以去在大陆投胎，我觉得这对每一个出生在中华民国的台湾的国民公民来讲，这都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啊！其实大家都非常出生在台湾，深爱中华民国，可是你居然说在人家不能讲话了以后，要来去做一些抹黑式的攻击，非常不能接受。第二个是政府哦，这个没有这个网红造谣没有成功，带风向没有成功以后，政府在接下来来做这个抹黑跟造谣带风向的部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预算的部分哦，这我要特别讲一个重点哦。预算的部分呢，审查只有一个叫做删除跟冻结，删除跟冻结是不一样，删除的钱就是整个钱回到国库，冻结是希望政府能做得更好，这是第一个要特别要强调的。而且冻结的金额，其实整个防御的这个疫苗的预算是52亿，最后大家知道冻结是多少钱吗？52亿才冻结1000万。冻结是0.19%，那冻结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家记得过去，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印象，过去我们台湾大家在排口罩、排疫苗、排快筛的时候，是因为当时的一些问题，而且还有大家还知道那个 COVID-19 的疫苗，还有1000多万剂，当时是因为多采购没有打的而丢弃掉这些问题，所以当时我们才有一些卫环的委员提议说，这个疫苗的这些经费，希望政府做得更好，所以一个警惕的效果，冻结1000万。结果现在政府被打脸了以后，政府有出来道歉吗？好，我看现在是没有。所以过去大家认为政府说话应该是很老实的，都是正确的，想不到政府带头造谣，我想这是大家非常不能接受的。那最后我必须要讲说，其实预算我们都很认真在审查，这次讲一个重点。这次预算赖清德政府的预算是破历史新高，3兆
1000多亿，后来删除了2000亿，包含1000亿的台电的预算以后，是2兆9000多亿，是比蔡英文还多的。所以我要问赖清德总统为行政院卓荣泰院长，为什么蔡英文可以，赖清德不行？赖清德总统的预算是2兆9000亿，那赖清德说政府要不能做事了，可是蔡英文说政府会做得好好的。第二个我要跟他们讲的是，现在还有一些政府的部会，虽然在被统删了以后的预算还是过得好好的啊。我举例，第一个就是我们立法院，大家有看到韩国瑜院长站出来说，立法院不能运行了，立法院不能动了吗？没有啊。可是立法院当时我们在砍的预算的时候，统战的部分也有砍到立法院的预算啊。那我们怎么没有听到立法院韩国瑜院长出来说立法院不能运作了？第二个我要举一个，也是网友特别在网络上跟我分享到的一个论点，请问国税局有没有被砍？也有被砍预算呢？请问国税局有出来说，那未来大家少收一点税吗？也没有啊。如果他就这样讲的话，大家会很开心啊。那可能营业税这个月先不收，有这样吗？所以我必须要讲，那为什么行政院做不到，立法院、国税局没有出来挨嘞？那第三个，我也需要拜托现在的政府。刚刚大家讨论那么久，我们都是希望说，政府卫福部应该带头出来，让民众的恐慌心情下降，应该来让整个疫苗的量能充足，不要让大家回到过去排口罩、排疫苗、排快筛的那些恐惧当中。卫福部不要跟着这些侧翼网红一起来做个合纵连横，一起来造谣抹黑我相信这不是全民之福。那才会。那486先生哦，还有这些黑熊部队啊、盾牌牙医等等啊，其实都是同个路数哎，大家还记得吗？其实486先生现在被挖出来，他之前曾经上过《康熙来了》，然后还送这个小 S 金铲子，结果过去曾经上过那个大 S 小 S 的节目，通通都忘了，然后在大 S 过世之后呢，马上发文蹭流量，那被大家炎上之后呢，被大家骂之后呢，再来道歉。那其实不管他有没有道歉，其实连他的道歉文都是在蹭流量啊！为什么同一个路数？因为这些 KOL 这一些网红，事实上他们的都是以消费者为目的，其实事实上他们都是要卖东西啊，他们都是在网络上要卖东西，然后去依附民进党。所以今天他们蹭这些流量，他们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声势，不是为了自己的曝光，其实很简单嘛，就是为了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看到他们的网站，然后来购买他们的东西。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人的行为真的是恶心到了极致。那不只是486先生，在民进党党公职也是一堆人啊！不要说什么吴佩益现在是出来好像挺大 S， 吴佩益最好笑，真的是被罢免，要被罢免了，所以其言也善啊。但我觉得好笑的是，吴佩益一发文哦，结果马上底下一堆台派出征，马上就说啊，这个我不认同啊，以前大 S 的做法有多伤害台湾，居然你吴佩益身为民进党，然后要出来力挺大 S， 我真的不知道这一群被这个赖清德放出来的青鸟头脑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不管怎么想，我觉得只有个逻辑啊，为什么486先生跟这些侧翼青鸟敢这样子做，敢做这么完全毫无人性、这么冷血的一个行为留言呢？很简单嘛，因为我后面有靠山，我尽管在这个留言留这一些被大家骂了之后，一定民进党跟这些民进党党公职可能都会跳出来帮我护航啊，可能都会帮我跳出来讲话说，哎呀，他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怎么了吗？台湾就是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他们才敢这样子讲嘛。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不管是大 S 的事件造成的社会对立，又或者是国会因为这一些行政部门去造谣造成的国会对立，都是执政党害的。大 S 就是一个明星，而且是两岸三地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明星，但是居然连他一个过世，大家很遗憾的一个新闻，都可以被民进党这样政治脑拿来操作，我觉得非常遗憾。最后我要讲一个，我刚忘了讲，就是这个丁允恭啊，真的是恶心至极。他今天说，因为有人说死者为大，他讲了一句我真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这里讲的。他说我真的不能，我不知道这能不能播，但我真的觉得这种话就是民进党党公职讲得出来的耶。我已经不知道这到底是脑袋有什么问题了，还是真的已经被政治脑操控到泯灭人性到可以讲出这种话。真的下流啊！是啊，这个丁允恭真的太下流了。我觉得民进党的这些侧翼啊，因为大 S 的很不幸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正是民团他们送那个大罢免的联署书的时候，所以网络上呢，他们就是在这个罢免的社团里面啊，就是社群媒体里面呢，就说就是蓝营刻意的用这个消息来去
转移罢免的注意力，而且是有中共呢在背后下指导棋，还说跟日本医院勾结在一起。对，就是说，因为那个COVID 的那个病毒呢是中共放出来的嘛啊，所以说呢是武汉实验室呢趁大 S 去日本的时候进行实验，有病啊！就拿我自己的人命开玩笑啊！这些人真是中了意识形态的毒，到了无可理喻啊，而且是无良无德到一个地步了。但我觉得更不可原谅的是吴思瑶。吴思瑶在这种状况之下，他竟然造谣哦，就说蓝白联手呢去删了这卫福部的预算，就是睁眼说瞎话嘛哈。更何况呢，在基金的疫苗的基金预算里面呢是没有动的啊，怎么可以造这么大的一个谎哈？然后就为了求取他们在大罢免这个行动之中的这个正当性，我觉得真的是其心可诛哎，非常非常的令人不齿。大 S 啊，她在他们家呢，他们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啊，可是她是他们家的主心骨。她的爸爸妈妈离婚，然后当然是因为她父亲过去有种种的问题，因为她父亲也过世了哈，所以过去的事情就不必再提了。那她的大 S 呢，在家里面呢，就扮演着是一个撑起一个家的角色。她虽然说外表看起来啊非常的柔弱哈，但是我们知道她的个性呢非常的强悍啊，她敢爱敢恨。她当时呢跟汪小菲的婚姻，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逆流哈，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气氛下，大 S 是一个享誉这个华人影剧圈的一个偶像明星啊，跟汪小菲的成婚，变成是嫁给大陆人啊，这在这个影剧圈里面也是非常少见的啊。可是他就是那么勇敢的追求真爱。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后来破裂，闹得这样不可开交，我们也没有看到大 S 呢，有这个口出恶言哈，然后来去说一些很不好听的话，他捍卫他自己的权益，那当然是应该的，可是都没有牵涉到一些很私人性的这个攻击。然后他跟具俊晔哈两人的爱情故事呢，就如同神话般的，在20年。两个人当初彼此都有非常大的好感，只是因为具俊晔的他的经纪公司的反对，所以两个人没有在一起。然后在大 S 离婚了之后呢，具俊晔呢找到了20年前他的大 S 的电话，两个人又再续前缘啊。所以如同梦幻一般的大 S 就是活出了他自己偶像明星般的生活。而且我觉得最让人很难接受的是，因为赵先也出席了，就伟忠哥他嫁女儿的归宁宴上啊，很多他的好朋友呢都看到他就健康啊如常啊，就没想到才这么短暂的时间，他竟然就这样子走了啊，这样子的一个不幸带给台湾的却是如此没有人性的政治上的追杀。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方面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叫做台湾最有人情的？最美的风景是人情啊，简直是无良无德到一个地步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台湾的很大的一个耻辱哎。休息了再回来。好吧，行政院现在叫穷了哈，说都没钱了，他的这个中部办公室哈，还发个公告。所以因为呢，我们被立法院删减99%预算，只剩下7万多块，所以所有的服务都受到影响，可能会延宕或停摆啊。你们就怪蓝白委员好了啊。那另外呢，还说呢，之前有说中部人现在办护照只能北上了，没钱了哦。说黄阳明就你这个乱讲嘛，林务局的预算1毛也没砍了哦，那是不同的预算嘛，中办跟林务局是不同的预算啊。然后呢，吴英宁他是中办的这个执行长，他就骂这11个委员就是你们把我们业务费删了99%，所以我们的公务员没有办法办公了啊。然后呢，这个也说影响办护照，国民党委员也说这造谣啊。然后行政院呢，新春团拜的时候呢，卓荣泰也很恶心，他说最简单的茶点都没有了，没有就是第一个，你行政院长总是有特别费吧？那行政院茶点会都1、2万、2、3万了不起的，那什么不是多贵的东西？摆一点茶，本来就有茶，然后摆一点点心也不见得有几个人真的会去吃，常常摆那个地方做个样子热闹一点哈。说没有了，
你们行政院预备金呢？什么还有钱呢、不是都给你删掉啊？你就不舍不得嘛，然后故意要装穷啊，故意搞苦肉计嘛。不但如此，还说我差一点把剩的拿出来，你剩在哪里啊？你去年青春的今年还剩啊？那饼干、蛋糕、糖果还在那边剩啊？然后给我们看看你剩在什么地方啊？讲这什么鬼话嘛？我才不相信行政院会有剩的早就丢了。或者大家分，可能就那个，也许一些员工就分掉了哦。所以呢，他说他现在的努力让国家恢复正常的运作哦。所以呢，这个差一点把剩的都拿出来啊。结果呢，因为立法院砍预算以后呢，内阁网络声量昨天才是第1名的哦，就21.383万个人去发声，但是好感度其实很低，只有0.09。当然，这次总预算删减的幅度确实是史上最高，删减加冻结是高达4600亿。那当然，对于政府的施政一定会造成影响。所以刚刚讲的，其实各部会当然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受到业务的影响。所以刚刚讲卫福部的疫苗，它删的是没宣费的统删的是60%，然后呢也这个冻结了相关的预算，那当然大家就会说，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疫苗防疫的宣传等等？那同样的就是说，护照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一次领务局它被删减也是业务费的10%，那12亿的预算删减了10%，就是1.2亿。那领务局的说法说，这个1.2亿就是拿来做这些空白护照的。那原本预计今年大概205万到209万本。但是现在删减之后，只够做185万本，而且只能到10月，所以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到护照的制作等等。因为去年2024年总共发行了286万本的护照，这也是领务局的说法。那其他包括行政院的服务中心的说法是说，他们被删减的也是业务费高达3000多万。那这些业务费就是水电啊、办事等等的这些相关费用，所以自然也会影响到行政的效率等等。那这些当然对政府机关来讲，一定要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预算有限，那非常的紧缩，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如果说在各方面服务有不周到的地方，当然我们也是尽其所能的去服务民众，但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这个也是事实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行政院是左支右绌，在施政上面临很大的瓶颈跟困难。来，玉芳兄。我是觉得民进党政府是认为百姓不会花精神去看细节，的确不会的，也的确一般也不会了。我相信呢，有些立法委员本身大家都不是很清楚，除非你自己委员会的预算，别的委员会预算，坦白讲，有时候别的委员会预算我是不太管的，因为预算太多了，对，太多了。那所以这样一来，所以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抹黑有没有效果？我认为是有效果的。好，所以其实我是比较赞成，就是说国民党当时其实要整合，很细腻的去处理所谓要删预算的这件事情。可能数目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挑到最敏感、人民最有感的那个地方杀下去。而且最重要就是说，你砍完了预算以后，你要知道民进党一定会反击，而且反击力道会非常的猛，而且会加上很多添加很多有的没有的这样子来对付你。所以你删完预算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列一张大大的表放在电子墙上面这样子，然后解释什么委员会删了什么预算，什么委员会删了什么预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删？因为他福报，因为他编了没有道理，所以我们为了百姓的荷包，所以我们一定要删。你一定要先下手为强，每一个删的部分都讲得很清楚，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当民进党还是要抹黑你的时候，你在第一个时间点，你党团要统一的作业，把最了解那个部分的蓝军的立法委员找来，或是民众党立法委员找来，然后要去反击，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删，然后民进党为什么他们的这样的攻击抹黑是错误的，你要立刻反击，因为这个速度要非常快。因为你等于是民进党抹黑你已经做了2-3天以后，你再慢慢的去回应就像打仗一样了，时间最重要了。来讲练武功唯快不破，对不对？你过了2-3天都被抹黑了，你去想想看，在庙口休息、榕树下修理那些老先生们，
那些老太太们他们在喝茶聊天的时候，吃槟榔的时候，他会了解你台北立法院删了多少预算，细节是什么，他就告诉你，哎，你下次再来，你们没有咖啡喝哦，你们来中部办公室申请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茶，现在连茶都没有了。他有，他也不出来给你喝，他就是要这来抹黑你。所以我是觉得一个比较细致细腻的一个预算啊，这一个计划来处理所谓的预算的统删的问题了。对，而且很多人冻结跟删除之间，他们搞不清楚哎。那你可不可以拿出一些东西来讲说，民进党以前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他针对哪一项是冻结了多少，然后是删了多少，拿出来做个比较。这个就会比较完整。特别那个明显的就是，比如陈水扁时候，立法院冻结了多少预算，后来真的删掉多少，还是冻结都恢复了，哦，拿出来比比就知道了嘛，哦，不要说什么乡下那个庙口前面榕树下的老先生老太太，沈富雄昨天讲，他台大医学院同班同学，但全台湾考得最好的40几个，很多都跟他讲啊，说我们要支持罢免，为什么他们这样删预算？连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全台湾这联考前40几名的人都这样想嘛，你就知道一般人怎么看。来，世轩，这个我们在基层感受是更明显的。我觉得在野党要意识到一件事情，之前也在这边提过，论述不是说讲得清楚就好，要讲得够简单。民进党就是如此，在基层，你们删国防预算卖台没了，可是当今天国民党或民众党的立委在立法院里面，你们做对的事情，你的论述如果太冗长，其实民众他并没有办法 get 到。讲回来，刚刚高委员提到，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有多少钱做多少事，2兆9千亿，你告诉我你要做多少事情？从上到下，整个民进党的部会带头造谣，带头制造恐慌，他们为的是什么？他要制造一个由内而外的寒蝉效应，去恐慌民众。你说这个新春团拜没有甜点吃，你在跟我开玩笑？你先告诉我一件事，这个预算你编列在哪一条？你是编列在哪一条？被在野党删掉了，否则你这个只是在做一场戏嘛。那再到之前的这个手语老师也是一样，突然间没有这个画面，他说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预算呢，所以未来这个听障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记者会。台北市政府马上出来说，你可以跟我们申请了。他用这些方式到处去寻找可以跟在野党去相骂的这个本，为的是什么？这为的是未来，我认为在大罢免上面，他现在在累积他的熊眉本，现在有什么柴火就拿出来烧，制造这些纷争，制造这些矛盾，未来这个都是拿来大罢免攻击的题材。我还是觉得佘荣泰说了啊，新春没有茶点了，差点把剩的拿出来，我买。我出几万块买了以后，的确让你下次绝对有茶点吃。你把你剩的拿出来给我看看，去年剩的在什么地方？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蓝绿现在都是用民团啊出来发动罢免哈。然后呢，这个说罢免吴沛忆的第一阶段已经达标，第一阶段比较容易了哈，第二阶段稍有难度，第三阶段是最困难的了哈。那说罢吴沛忆就4其4啊，叫做删除克星，每一个都有个名称啊，绿的也有，蓝的也有哈。说今天送了2678份联署书啊，说接下来呢就是吴思瑶啦啊，说吴思瑶的联署书呢还在造册，也会紧速来送件，反正你罢我罢你嘛啊。那另外呢，这个吴思瑶就批评国民党说你们不演了，把罢免当作选举的起手式，那是谁先发动罢免？这谁是始作俑者的？谁是先来搞这个东西的？哦，所以呢，国民党现在以战止战，那也没办法，就逼成这样，被逼的嘛啊。那这个跟这个智伦有关系，双核所以收到了13000的罢免书哈，张智伦收到3200份。林德府送了2600多份啊，所以呢，这个反正各地都在搞这个一阶段嘛，现在都一阶段哈。那说呢，这个有30个立委陷入罢免的保卫战啊，因为只要被提出罢免都很麻烦，你只要回访嘛，只要回去阻挡，你不能说我都不理都不管，没关系，随便你们罢啊，不可能了啊。那第一阶段会送件的呢，台北市可能王宏威、李彦秀；第一阶段新北市叶元之。桃园牛许婷、涂全吉、鲁明哲、万美玲、吕玉玲、邱若华；新竹郑正田、南投马文君、尤浩；台中呢严宽恒、廖伟翔、黄建豪、罗廷伟；云林丁学忠、花莲傅昆萁；台东黄建斌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可能被提罢免有徐巧芯、罗志强、赖士葆。那新北的洪孟凯、张志伦、林德福、罗明才、廖先祥，新竹县的徐欣怡、林思瑶，台中市的杨琼英。那另外呢，我们看哈，我觉得为什么罢免不合理在这个地方？譬如说吴思瑶当选是91000，罢免只要6万多就可以了。所以，因为你现在选举当选的跟落选的不会差太远的，你当选9万多，落选可能6、7万、7、8万了。所以只要落选那些人火大哈，有仇恨者起来罢免你。照理讲，应该是选我的人罢免我，选我的人对我不满罢免我。现在不是啊，现在是选我的人觉得我还不错啊，没有选我的，当时呢选我对手的落选的，他出来罢免。所以你看看，当选要9万，落选只要6万，这不是只对国民党，对民进党是一样啊。王宏威当选的是10万5千票，落选那个罢免只要6万9千票。李彦秀当选是11万2千票，这个要罢免他只要7万9千票。吴佩仪当选6万9。罢免只要5万8，所以他比较危险，因为很接近。然后呢，罗志祥当选的8万7900，然后落选只要5万8。哦，徐巧芯当选8万9，落选只要这个罢免只要也是5万8。赖士葆当选8万7，这罢免只要6万2。哦，然后呢，洪孟凯当选15万哦，罢免只要9万。这个苏巧慧当选9万8，这个罢免他只要6万4。哦，张宏陆当选7万8。罢免只要5万5，所以你整个看叶元之当选的7万8，罢免他只要5万8，落选的他的对手一定会拿到这个罢免的票数，一定可以的，哦，都没有差那么多了，因为选举是蛮激烈、蛮接近的，所以呢，罢免容易多了，比当选容易多了，而且我相信罢免都是你的对手来，哦，所以你说这样的罢免合理吗？那另外呢，这个高嘉瑜说他是平民啊，去打了李彦秀，今天好像也我看有新闻出来哈。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说赖清德要表态，因为民众党现在是并没有介入，但是黄国昌说你民进党如果不表态，哦，他就不排除哦会反对罢免哦。那民进党就还笑他说是赖清德表什么态？你们把自己家党务做好了，我们才不跟你表态的哦。另外呢，这个沈伯洋说呢，我们是受益者哦。什么叫当家不闹事？乱讲，当家就是要闹事。哦，而且呢，我们民进党协助罢免是我们的道义啊，这民间团体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协助他是道义，哦，让国会变得更好，哦，所以呢，我们是直接受益者，所以呢，我们是根本的道义去帮助他们，哦，那立法院当家是国民党，不是民进党，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反正在立法院不是我们当家的时候，我们闹事又怎样了哈？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推着4箱纸箱，蓝军罢免吴佩仪145成团队5号早上8点半，中选会才刚开门就赶紧抢头香，把1阶段提议书送件。现在是2月4号晚上的10点50分，彻夜的守在这个地方，明天早上6点，我们会第一时间冲进去。团队前一天晚上就来排队，凌晨也轮班守在中选会前，似乎就是因为收到情报，会有另一组罢免吴佩仪团队捷足先登，也传出议员钟小平团队会在9点送件，就怕重演当年霸凌场组的闹双包，让罢免团队不敢松懈。我们现在这边提议书，这里上面数字有写2678份。那我们是在早上呢，中选会刚开始上班的时候8点半我们就来。然后呢，就直接送件。而将近10点，疑似另一组人也推着纸箱来到中选会，但面对记者提问，迟迟都没有回应。不过周小平强调自己并没有收联署书，团队成员也没有接触罢免。误传，那跟我们这个没关系，别的公民团体来可能吧。我们是有这种情资进来，他进来情资的话，他说可能他会，那我们也认为说那不会啊，他上次都弄过的嘛。如果大家是一组，大家一条心的话。那要大家一定要很多人来共襄盛举。来，世轩，民众党现在到底态度怎样？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哦，从过去我们就不断的在讲，我们是反对仇恨动员，恶意的仇恨动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阵子，不管从总预算案开始累积，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烧的这些柴火，其实很明确的可以看到，民进党为的是什么？就是接下来的大罢免。我觉得最不要脸的是柯建铭，昨天还前天出来讲说，是谁先发动大罢免的？是国民党啊！当初最早是谁？是柯建铭。大家回去看一下柯建铭的脸书，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他现在说是国民党，并且他说，你有看到我们民进党任何党公职出现吗？这都是民间团体啊。可是他们自家人就搞不定了嘛。当初柯建铭在抛出这个议题的时候，一堆人觉得他脑子坏了，他是不是怎么了？
底下没有一个立委敢去留言，就2个不分区去响应。现在搞到变成你看这个沈伯洋也发言，林俊宪那时候也发言说，这个2阶段如果过了，我们就全面来帮忙挂底下不。所以现在国民党当然也提出了一些选区去以战止战。我觉得民众党的态度很明确，就像我们代理主席讲的，呼吁赖清德在今天的中常会去停止这件事情，没有嘛？所以就我个人的看法，民众党有点像暴风眼。台风的暴风眼，现在我们往哪里走？这暴风圈是会有所影响的。如果他到今天他也是没有反应，我认为在接下来民众党一定会有必要的措施，在这个大罢免事件上，因为我们要阻止民进党这些人为了达到自己个人的利益，在立法院，什么是他们的利益？就是全部都是民进党的立委嘛。赖清德没有办法接受现在在立法院被在野党压制，所有的议题主导都被蓝白拿走，他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必须要阻止这件事情。好吧，这个路易莎咖啡哈，因为呢，这个他们罢免团体有人用他们的桌椅在那边联署了，所以他就说，我们是做生意的嘛，谢绝政治活动，结果居然被侧翼被青鸟出征了，威胁他，到时候不去买你咖啡，大家都不要去等等哈，到底搞什么哈？来，这个采薇。而且路易莎的这一个，当路易莎她的这个所在地，它也是国有地，所以今天早上我就看很多的人在说，那干脆大家都去政府部门摆摊收联署就好了啊，因为民进党如果说国有地可以摆摊联署的话，那是不是跟蓝营比较好的一些蓝营的青年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去那边收联署呢？所以我觉得现在青鸟真的都是已经被这个政治脑迫害到完全没有思考逻辑了。那甚至是在其他地方，还有因为这个店家是支持国民党的，所以也协助这一些收联署书啊，摆摊收联署书，然后也被青鸟侧翼来出征，说不要去买这个他们的饼吃，不要去消费他们家的一个商品。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已经是对立到一个大家都不能好好的来讲自己的论述，都不能好好的来说明自己的到底为什么要罢免的一个理由。所以现在柯建铭还有包含一些民进党侧翼开始胡言乱语，说哎呀这个大罢免是国民党提起的，但是时间轴拉回到去年一开始不就是柯建铭说现在是要提起大罢免时代，然后陈时中在南投的补选上面也说接下来希望大家可以去罢免国民党立委。那更好笑的是呢，柯建铭干脆现在直接不演了，他就直接说我跟赖清德主席、赖清德总统是有100%的默契，甚至还直言这个大罢免是从还没有上任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了。所以到底还有什么理由去说这是国民党提出的大罢免呢？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是不希望这样恶意罢免的，但是罢免的制度是中性的，总不可能觉得国民党是要乖乖躺在那边被你打嘛。所以我们都是一直强调是以战止战，都不希望有任何优秀的国民党立委被罢掉，所以国民党不会乖乖的被打。但是如果民进党持续要这样子用恶意罢免来进行政治攻击的话，那国民党当然也是要出招反击。基本上就是你做生意的店家当然可以有政治立场，我可以支持蓝营，可以支持绿，是可以的。但你也可以要尊重人家是不想要搞参与政治嘛。你不能说我非要逼着你，非要在路易莎非要搞这些联署，他不想要这个嘛。想的你去找想的嘛，会有想的，会有愿意的，但也有人不愿意嘛，不愿意就要尊重他嘛。来，这轮你现在怎样？怎么看你们这个综合？的确，我还是必须要回应一下哈。今天大家看到我们桌上都有一杯咖啡哈，其实就像那个赵先生讲的，其实人可能内心都有一些颜色，可是当店家已经清楚的表达说他不想要参与这个联署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罢免团体就应该予以尊重。我觉得这是对人的一个基本的尊重。那现在其实国民党其实这次绝对不可能是国民党先发动罢免的，其实国民党其实是一个比较温和，而且我们的支持者都是比较温和理性的这些支持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发动联署的时候，也是等到2月1号，等当选满1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联署，在收取这些联署书来开始做这些罢免的这个反制罢免的一些行动。所以是，当然我们的支持国民党跟这些很多在野的支持者也会认为说，国民党不能就是直接被坐以待毙，就白白挨打。所以当然是我们不得已的方式才提出这种反罢免的一个行动。那现在国民党其实现在收集到这些联署书，可是我相信这样子对国民党整个41席的区域立委的罢免，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柯建铭的这个阳谋跟阴谋啦。因为他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嘛，其实在去年2月1号，他好像当时只有给民众党几天的时间说起义来归嘛。当时其实我民众党那8席不分区的委员没有
当时没有决定要支持民进党的时候，其实柯建铭总召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要做大罢免的这样的举动。所以我想要请问我们聪明的国人，难道不是民进党率先要大罢免吗？那我们现在国民党的做法，其实我们就是还是要跟大家报告，我们国民党的立委其实对预算的审查，其实我们是非常的严谨的，只是说民进党这次跟造谣政府，他们都是在我们媒体的这些声量不太够的时候，对我们发动的这些攻击哦，那大家可以准备看到，其实马上2月底这个立法院就要开议了。我们在对委员，在对各个委员，在每个委员会，或是在对行政院卓荣泰院长的总质询的时候，我相信国民党的委员都会群起，让大家看到说，其实民进党的造谣跟抹黑的情况。那今天我也要特别讲到，刚刚讲到行政院中部办公室，其实今天也有委员到现场去看，中部办公室营运的好好的啊，也没有打烊，也没有歇业啊。而且在1楼的那个地方是外交部的这个办护照的地方，跟8楼是不一样的地方，人潮汹涌啊。所以第一个，民党政府这是造谣，1楼跟8楼是不一样的楼层，而且两边都还有在营运啊。所以我要跟我们民众报告，大家只要记得总预算的，我认为不是大罢免的原因，因为刚刚我跟世轩都已经跟大家讲了，蔡英文政府的预算比赖清德都还要少，为什么蔡英文可以，赖清德不行？2.8亿跟2.9亿，难道民进党不会算数吗？所以我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报告，所以等会期开始，我们就会拿出这样的数据来跟我们所有的这个在质询官员的时候，让全民看到说，民进党是多么会做造谣抹黑。那最后我要补充一点，所以我必须要说，我们这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删除的没宣费。我个人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删除有道理啊，因为民党这样自己造谣抹黑，根本就不用媒体宣传费啦，他直接开一个造谣记者会，造谣这个造谣的记者会都不用媒宣费啊，所以我觉得砍这个媒宣费，让节省人民纳税钱，我认为这是刚好而已。不，我觉得说预算审查只是一个借口了，因为早在预算审查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动罢免了，对吧？叶元之1月10号当选，2月就罢免，那是审什么预算呢？所以预算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不过我是觉得民进党他不甘心就是朝小野大，在立法院了，所以呢，这个沈伯洋讲的没错，在立法院他们是比较小的。他不习惯嘛，以前都是哇，这个在马英九时代，当然就是说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占多数，曾经有到3/4。第二次马英九这个选举2/3，但是王金平那时候都很尊重民进党，都听民进党的，只要民进党反对，他们就协调。那现在民进党觉得不习惯了为什么现在突然在立法院呢？他法案都不会过，法案不过，以前靠打架，现在打架也打不过。现在蓝白都有那种骁勇善战的这个立委，打架民进党现在打不过，现在反而变成民进党很多都是这个体力啊，或是战斗力比较差的，所以他打不过。以前是表决不够就打你嘛，现在表决票也不够，打也打不过，他很挫折。那但是你要注意。都是去年1月10号选出来的，赖清德也是1月10号选出来，立委也是1月10号选出来，是同样的选民用同样的选票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就这样子嘛。你赖清德40%的选票，对不对？你是双少数啊，那你要尊重选民的选择嘛。你赖清德那边好好的做，对不对？总统不容易罢免，要修宪，就罢免的立委，可以这样子吗？民主政治这样搞的吗？休息再回来。好，黄国昌说他要投入2026的选战，因为他要耕耘新北。黄国昌原来是希望在新北，他当过新北立委嘛，所以想在新北选新北市长啊。但是呢，也不排斥，我就是态度不错，不排斥蓝白协调机制。所以到时候大家比民调嘛，那谁高就支持谁啊。如果蓝白各都出来，就可能会落选，就像总统选举一样，对不对？你侯友宜加柯文哲的票远远超过赖清德2成啊，那一分一个3/5，一个2/5就都挂了嘛，我不知道这个柯文哲现在想想会不会后悔？5月梦回在监狱里面，当然如果合作多好呢？合作当然不表示一定赢，但有赢的机会啊。这样分的结果是什么呢？所以他就关起来了。如果柯文哲赢了会关吗？大概不会关吧？好吧，就是所以呢，这个蓝白说，这个黄国昌说一定要有一个协调机制了哈。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这个王建煊也想选那时候台北县吧。台北县然后呢？那时候就是国民党这边就是还有那个林志嘉嘛，林志嘉也要想选嘛。
他就在我的节目上啊，我说你们2个都选，怎么选呢？我说办个民调，他们说好，办个民调，民调的结果王全先高一点点，林智超就退让了，就他们就这一个，那时候差一点点就会赢啊，那很可惜了哈。那时候对苏贞昌嘛哈，那侯友宜说呢要尊重市民的选择哦，要不要共推尊重市民的选择？然后呢，这个新北的副市长刘和然哦，跟朱立伦呢说要强化跟党的连结度哦，当然希望国民党支持他了哦，等等哦。那其实现在民调最高还是李四川了哦，但是李四川态度也不错。我问过李四川，我说你到底选不选？他说我现在是台北市副市长，我怎么表态说我要选呢？对不对？那他们跑嘛。让刘和然啊，跟反正他们有意想选的都去跑嘛。到时候如果说他们民调很高，他们就没选了。如果到最后还是我民调高，我也不排斥啊。哦，所以李世川并没有排除，那态度很好。就我现在反正我是当副市长，我也不能去动嘛。哦，那就用我的政绩来表现嘛。那他们愿意选，他们自己去跑嘛。哦，到最后看结果。那看起来这个黄国昌也是这种态度嘛。这个我不排斥我要选了。但最后还是看协调的机制啊，我觉得都蛮好的。我们看一下，不管是全国辅选，还是直接下去战其中一都的地方首长，有的时候话就不要说得太死跟太早。但是新北目前的确是我的责任区。2026县市首长不会缺席，民众党代理党主席黄国昌更进一步表明，若要蓝白合也不是不可以。蓝白应该有一个协调或是初选机制吗？如果啦。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本人我不会排斥啊，我完全不会排斥啊，我完全不会排斥。你的意思是蓝白共推一组民调高那个人吗？我不会排斥，不排斥蓝白共推一组人选，但也要看蓝营意愿。谁来接班侯友宜？新北市长蓝营热门人选之一，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和市长蒋万安到议会新春团拜，蓝白合不合作？李四川私下透露，这问题应该要问党主席朱立伦，而同一天也被点人选之一的他，就和朱立伦同框。到底用什么机制，或是有没有什么机制？现在真的言之过早。那其实不仅要来走一走，不仅只是看看要怎么样的机制，还是最终要回归到如何去看到新北市的需要，还有民众还有哪些期待，到侯市长任内接下来继续把它完成。所以城市的建设本来就是一棒接一棒，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陪着市长。还有国民党立委侯孟凯也是热门人选之一，对此没有回应，或许谈2026蓝白合还太早，毕竟蓝营内部要定于一尊，可能还有得吵。那嘉宇，我是看这个朱立伦到现在都没有出来讲话哦，但是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朱立伦属意的当然是李四川，但是侯友宜只要不是李四川他都好，所以呢，不管是刘和然或者是黄国昌，他都说尊重选民哦，但是最后会是如何？当然是不是有一个整合的民调？那侯友宜愿不愿意全力的辅选？如果是李四川的话，这个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自己内部的问题，但是民进党这边呢，当然我们人才济济。不管是林右昌啊、苏巧慧都是非常优秀，而且也都很积极的在经营选区哦。那民进党的最优良的传统就是有一个初选非常公平的民调，所以无论是谁出现，最后大家一定会团结。那当然，新北对于民进党来讲，过去苏贞昌执政或是说游锡堃都选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一次如果蓝白分裂，或者是侯友宜跟李世川有心结的状况之下，其实这个胜负还是未定之天。侯友宜不见得有心结了哈，因为他支持他的副市长，当然也是理所当然，但他也没有说一定要支持，到时候就看结果嘛。而且李世川做过新北市副市长啊，是的，所以李世川对新北那些里长什么也都非常熟悉的了哈。好，我们两个新北市来，议员怎么看？世轩，这个我觉得刚刚嘉瑜少讲一点是，民进党自己在新北是暗潮汹涌，其实各个派系、各议员、各个活动你都可以看得出来。比方说，民进党团在议会里面的干部交接。苏前院长出席了，就有些议员就没来喽。你仔细去看，其实派系之间还是有所问题。那讲回来，我们国昌的部分，从去年的1月13号开始之后，因为我是担任新北市的主委，国昌的责任区就是新北市。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准备的是什么？准备的就是2026的这一仗。他自己在节目上也讲得非常清楚，不管是全国的辅选，或者是他下去战，什么意思？下去选市长。
他都会全力以赴。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在做准备，准备的除了市长以外，当然还有议员。我们现在像我们最近，我跟国昌在讨论的就是各个选区的议员，怎么样是优秀的人才，符合我们支持者的期待。2026我们要怎么样来应付这场选战？这个都是紧锣密鼓一直在做安排的。所以当然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面做努力，这是现阶段的工作。蓝志伦。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在立法院的合作都是属于在野阵营，大家一起合作要监督执政党，我觉得这点是没有问题。可是，在地方上的合作，我认为还是要经由党部或者是地方主委，比如新北市的主委或各区的主委来去做讨论了。那我这边要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因为新北市过去不管是从朱立伦、侯友宜时代的执政其实对新北市的建设跟服务，大家看到是有目共睹。那大家也知道说，侯友宜最近的新闻也是，侯友宜的民调现在已经是突破70%的高的民调，代表侯友宜市长他对这个新北市很多市政是如数家珍。那新北的人口数是404万人，是全台湾最多的这个县市人口数，而且地区非常广大，而且建设非常的多，而且很多老旧的住宅等等老旧的建筑，所以我们需要说未来的市长的人选是可以了解新北市政的人选。凯威，国民党有自己的一个机制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会按照这个机制走。但现在如果以李四川、川普跟黄国昌的话，我想这个实力是很显而易见的。所以如果这个国昌主席他还是坚持要民调的话，我觉得会让大家又再更质疑这个蓝白合是不是民众党又开始不友善了。来一分钟，我觉得民调没有关系。坦白讲我发现黄国昌是有在转变。他讲这种话，就真的叫做有度量的他在民众党其实要站稳脚跟的话，度量是很重要。比民调嘛，谁赢就出来选嘛。那他要选党主席的人嘛，所以他的这个回答应该也是标准答案啦。不过还是蓝白之间在2026的时候合作，能够合作到多深，范围有多大？我觉得大家先通过大罢免的时代的时候，蓝白怎么合作？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立互信的一个基础跟开始。像这个基隆在罢免。